释迦牟尼佛，听念文殊智慧无数，听念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说之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讲亲友说当中呢，讲到这本体里面的六波罗蜜多。其中就是现在讲的是安忍波罗蜜多。那么安忍度当中呢，就是分4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前面就是3个道理已经讲完了。现在开始讲第4个，也就是说，断除嗔恨志愿就是出于就讲这个。佛所语言有3种：嗔心正是颠倒所，犹如蜂蜜现化粉，唯以当其最末者。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就是众生的这个心也是千差万别的。那么我们这个通过观察之后自己这个心里面的一些善心、菩提心，以及这个取舍因果的这些理念呢，尽量的就安住下来不要呢就是今天就是听得发，明天忘了就今天的这个悲心和信心呢，就是再过几天就已经销声匿迹。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功德越来越增长，就是有一定的困难。然后就是自己的这个烦恼的心，或者是忧愁的心，以及呢就是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悔恨报仇的心这些心态呢，就尽量的就不要让它在情绪当中待很长时间就是我们很多人呢，该记的就是记不住。不该记得呢，就是一直永远的记住，就这是一方面是凡夫人的一个特点，但另一方面呢，其实对自己的传习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所以说呢，我们学了以后，大家应该在这个自信当中去继续修炼修炼的过程当中呢，就像我们昨天讲的一样的以前呢。比如说人与人之间关系就不太好或者是他对你说过什么不恭敬的语言，你们之间呢就是因为以什么样的这个因缘呢就中间有一些冲突过一直心里面就是这个疙瘩没有解，这个伤痕呢就是还没有这个愈合。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不要就是一直就是存在这个心里面的就是把它尽量的忘掉。就尽量的不要再次这个想就这是我们很多凡夫人呢，就是应该尽量的想办法就是以前有什么这个就心里面就是不舒服的别人对你的这些刺伤的这种话，或者说你自己这个与别人的一种这个嫉妒心嗔恨心各种烦恼所引起的一切的这个影响呢，就是全部是就像水中的波纹一样，就是当下消失，就是这是很重要的就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呢，这个一定要就是大家这个学到的。然后上师的有些教言诸护菩萨的金刚语以及呢就自己心里面就是哪怕是产生的这一颗善心这些呢想方设法就是让他就是多长时间就是留存在自己的这个心里面，就是这是我们就是长期的就是努力这个奋斗的一个目标。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个众生的语言呢，就是也有就是几种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些这个数目分清楚，比喻也记清楚这个佛陀就是在有关就是大乘的这个经典当中呢，就是也是这个亲口的这个说过就是我们的这个语言呢，就是应该就是大致的这个种类归纳出来的话呢，就是有这个3种。哪3种呢？就是第一种是这个说什么话就是随顺别人就是随顺别人，应该就是如果是上等者的话呢，那就是随着这个六道众生的这个根基就是不同的这个悦耳的这种这个语言
就像我们就是天龙夜叉九版图，然后这来之人与非人等等，就是这里面所说的那样，就是按照就是各种这个人与非人的这种语言，或者说是实践当中的六道轮回的这个根基不同呢，就是对他们就是宣说就是这个教言，是这样的一种这个语言就像这个佛陀菩萨还有这个一些金刚上师们所传下来的这些教言的话呢，那么一方面是它是这个金刚语，就是我们听起来也是非常的这个舒服优雅，以及呢就是对别人就是带来就是极其的这个快乐，就是这叫做是这个诚心如意之语言。然后第二种语言呢，就不管是说任何一件事情呢，就是能说到就是它的这个真理，也就是说是这个力求实证的，就是我们世间所谓的这个老老实实的这个语言呢，就还有这么一种语言，我们平常世间人当中也虽然它讲不出什么非常深深的道理，但是呢，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就是它从来都是不会说谎的。就是这个语言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真实，这叫做是这个真实语就是我们的这个语言呢，就是第二种是这样的这个真实语。第三种的话呢，就是极其就是不盈利的也就是说是非常这个虚伪的、虚假的、颠倒，或者呢就是说这个一些这个楚语恶语绮语当然在这里面的颠倒语的范围呢，就是比较这个广的。凡是对这个众生面前呢，就是说起来也是不悦就是不好听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语言的这个内容就是也是没有这个实在的这种意义和价值的，就是这样的这个语言。那么这样的语言呢，就是有时候叫这个虚语，或者呢就是叫这个颠倒语就是颠倒语。那么这个三种语言呢，就是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语言就是归纳出来，就是只有这个三种。然后其中呢就是那么以此用比喻来说明的话呢，就是第一者也就是说诚信的语言呢，就像世间的人们就是非常喜欢的甜蜜的这个蜂蜜就是蜂蜜来这个比喻的就是极其的这个就是具有这个甜味就是具有甜滋的这个味道。然后第二种语言呢，就是我们可以比喻成就比喻成呢就是非常这个美丽的这个鲜花就是人人都就是心里面就是升起这个欢喜心就是这是第二种语言。然后第三种语言呢就我们可以比喻成呢就是对人们呢，就是升起这个厌恶之心的就不禁的这种分辨来这个比喻就谁不要说真正是就是听到耳里面，就是即使别人就是出口的时候，也是心里面就是带来非常这个不愉快的这个心情就不愉快的心情。所以呢就是人们呢就是看见这个不敬分的是不愿意接近那样，就是这种这个语言呢，就是谁都不会这个接近的。因此呢，就是通过比喻来说明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语言呢，就是可以归纳成这三种就是这三种。那么这三种当中，我们平时要这个说的时候平时要这个跟人与人之间呢，就是交往的时候呢，这个语言是非常关键的人与人之间就是没有其他的这种连锁就纽带的这个工具，就是只有呢通过这个语言来就是互相这个交流，互相呢就是可以这个联系。那么就是前两者呢，就是我们这个不管是这个学佛的人也好，不是学佛的人呢，就是都需要应该这个使用的就是应该这个使用的。所以我们这个大慈大悲的佛陀就是在有关的这个经典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故当所如也，莫言不语也就故当所如也，莫言不语也若所欲而语，诚善无罪也。就如果我们说这个非常悦耳的动听的真实的这个语言的话呢，那么这种语言呢，就是不但不这个造罪，而且呢就是功德这个增上，就非常这个功德的。平时我们实践当中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吧，就是说这个良言一句呢，就是三冬乱；恶语这个恶语伤人呢，就是六月寒就是也有这样说法，就是我们这个说的一个非常好听的真实的一些语言的话呢就即使这个寒冬腊月的话呢，就是在那个时候也是对人们的这种心里面就是带了一种这个温暖，就是快乐。然后如果我们说的一些那个磁场的语言，或者说是这个中伤他人这个心的这样的一些恶语的话呢那么就是在这个就可以说是就是
对别人的这个心啊，就是带来这个寒酸啊，就有时候呢，就是这个别人的一句话，就是可能是在这个很长的时间里面，就是心里的是难以这个愈合啊，就是难以呢，就是这个恢复，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就是作者呢，就是也要求，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平时这个学习佛法也好，就实践当中任何这个交流沟通的时候呢，就是最好就是不要就是说任何的这种谎语啊，就是这样的这种说这个谎话的话呢，就是其实是不能就是承办就是有意义的事情，甚至呢就是自己也是最后啊，就谁都不会这个信任的啊，谁都不会这个信任的。我们表面上看呢，有时候说粗语啊，说颠倒语呢，就是能承办一些事情，实际上呢就是很困难的。以前我也举过，就是法国一个比较著名的人啊，就是这个拉封旦的一种这个语言呢，就是北风和那个南风呢，就是准备这个比武啊，在比武的过程当中呢，北风呢就是比较这个这个刮的就是非常的这个猛烈，就是让他呢就是通过这个非常凶猛的这种形象来就是吹气，就是吹气的时候呢，就是人人都是把这个衣服呢就是扣上，就是没有这个成功啊，就是吹掉别人的衣服的事情没有这个成功。然后这个南风呢。南风的话呢，就是这个徐徐而吹啊，就是表面上看呢，就是它非常的这个温柔，但后来呢，就是人们就是就基本上是这个放松，就是放开这个衣裳的时候呢，就是它就完全成功，就吹掉这个别人的衣服。同样的道理，我们表面上看呢，好像这个有时候啊，就是说一些粗语啊，就说一些恶语啊，这样以后呢，就是让这个承办自己的事情，但只不过是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实际上呢，就是真正让承办就是一切这个自他有理之时呢，就是依靠这个婉转的语言才能这个就是成功。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出演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说这个诚心如意的啊，就前面的这两种语言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学习入心论当中也是说了，就是出言当诚意的这个以民欲相关啊，就我们说话的时候，一个是这个让别人就是乐意接受的，就是诚心如意的这个语言说，然后在说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把就是所表达的这个意义啊，就是这个说的这个清楚啊，就是与自己所讲的这个道理呢，就是要与这个事实呢就是相关，否则的话呢，有个别人呢就是说半天都是不知道到底是他所赞叹还是说这个诽谤，就是让他自己说什么自己也不清楚。有些人的可能性格也有关系吧，就是讲了半天也听不出什么到底是这个说的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这种这个情况呢，就是不太合理的。所以总而言之呢，我们平时这个说话的时候呢，一定要想到就是别人的这个心呢，就是会不会这个吃伤。就是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叫做呢，就是说一句话呢，就是要看100个人的面，就是就你要看这个很多人就是会不会得罪很多人呢？因为这个语言呢，就是有时候得罪的话，那就是很难以这个愈合的。就藏人也说是这个语无见人，能刺人心啊，就语无见人，能刺人心。就意思就是说呢，语言虽然没有这个非常那个就是利的这种这个剑一样，或者是刀刃一样的，但是呢，就是有些语言呢，就是直接就是刺伤他这个人心了。好长时间的是有时候这个愈合不了啊。就是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呢，这个人以前在3年前给我说过什么什么话。当时说是你很坏，很什么什么，然后这一句话的话呢，就是一直这个伤到他的这个心坎这个深处啊，就是最后的话呢，那个伤痕就是已经过了多少年，就是已经这个医了多少的医生，就是但都没有这个治好，就是所以有时候就是真的是这种这个语言呢，就是刺伤别人的这个心呢。一方面当然别人是这个修行境界比较差的人呢，就是他经常受到语言的攻击。如果他的这个修行境界各方面是比较不错的话呢，我们前面也是举过很多的这个例子啊。哪怕是别人呢，就是这个冤枉你、侮辱你，怎么样的这种这个语言的话呢，你把它当做这个耳边风，就是根本呢就是不会去就是执着它，就是对你来讲是不会有什么这种烦恼或者是这个痛苦的。可是呢，我们这个有些就凡夫人呢，就是不一定有那么高的这个境界，这样一来呢，经常
就是受到了这个语言的一些这个就是刺伤，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比较严重。所以呢凡是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学习亲友术以后呢，大家这个说话的时候都一定要恭敬有礼就是不要呢就是说一些粗语脏语。就是我们这里这个我看见很多人呢，就是基本上这个对教理就是一窍不懂的人的话呢，就是说骂人的语言呢。就是特别精通，就是他的这种较真呢，就是非常丰富，就是一直不断的，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呢，跟那个工人呢，跟实践的人吵架的时候呢，在旁边听呢，就平时好像这个人不会说话一样的，让他这个解释一个，不要说矢量论和这个儒中论，就是连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儒心论的一个回向品的宋词的话呢，他就不会说，就是好像嘴里面含着石头一样的，就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可是骂人的时候呢，就这个就是这个就怎么说就是他的这种这个很多的骂人的语句就是藏在自己的这个心里面，心里面呢就将变成一个腹藏这个一样的，就是不断的这个出现很多的，这样不好。就是确实我们现在实际上素质比较低的人的话呢，他最会骂人，就是所以呢以后就是我们学院里面有个很好的传统的话呢，上师如意宝就是在世的时候一直是这样的，互相呢就是不会这个取一些外号，就是然后同时呢就是一般来讲这个除了一些刚来的有些人以外的话呢，一般常驻的这个学员的话呢，就是互相的，就是不会就是骂的，就是特别难听的一些这个语言。所以有些人呢，素质比较低的，他们的有些语言就是说起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就要像这个重复的话呢，就是根本不敢重复，就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实践人呢，就是可能是也不一定是就是像这样的这种情景道场，就是很多这个，尤其是就是做生意呢，互相这个吵架，互相打架，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就说很多难听的，甚至有些呢，就是家庭呢，就是家庭就是这个丈夫和妻子或者是这个母亲呢，就是骂这个孩子的时候呢，就是也不应该有很多的这种特别难听的这个语言，因为这个语言呢，就是可以对你自己伤害生生世世。我们以前也是学过很多很多的白易经和咸鱼经里面的这个公案呢，你就是说他的这个这些缺陷，就是然后呢就是这样这个恶口骂人最后自己也是生生世世变成就是这种这个特别可怜的这个众生。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语言呢，就是在这个在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好，平时交流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这个注意，就是一定要说这个真实和一些诚信的语言。就这是关于这个语言方面，就是希望呢，就是学每一个宋词以后呢，自己心里面用一个这个誓言就什么样的这个誓言呢？以前就是确实说话的过程当中没有注意我也就是骂过就是什么样的人说过什么样的难听的话，但从现在开始，应该在诸佛菩萨和上师面前就是发这种这个誓言以后呢，我一定要就是说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嘴要干净一点，就是不要变成这个乌鸦一样，整天的是给别人就是带来一种这个不吉祥的恶兆，就是那这是就是不合理的。如果我有本事的话，那就是我多背一点教证，我多用一些这个教理，就是然后呢，尤其我生气的时候呢，我专门用一些儒心论的这个几个教证。看能不能生气的时候不要说儒心论，连骂你把脉红也不想说。下面是这个精进品就是讲精进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分两个方面，就是交接精进之对境和交接表里如意之精进，就是分两个方面。首先这个交接精进之对境，要我们这个精进的话呢，这个儒心论里面所讲的那样，精进的本体呢就是虚幻善法就是虚幻善法。那虚幻善法的话呢，我们要就是知道这个精进的方向。就现在实践的人们呢，有些人就是就做生意就是很精进的，有些人赚钱很精进的，有些人呢就是为了就是精神的利益而这个读书很精进。其实这些叫不叫真正的精进呢？就是这是一个相似的精进。真正的精进对自己今世的快乐、来世的快乐，乃至为一切众生的这个快乐呢，就是做奋斗的话，这就是所谓的真实的精进。那么下面宋词当中是这样说的：今明后明知究竟，今暗后暗知最终。今明后暗知终点，今暗后明知圆满。如是四种内心人国王当作第一种。下面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人类当中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今世和来世，或者说这个现在和未来
就是也有这个明和暗的，就是不同的这个差别。它这里的这个明呢，就是指的是这个光明，然后暗呢，就是指的黑暗呢，就今生光明就是来世这个光明，或者说是今生黑暗，来世黑暗。或者说今世这个光明和这个未来就是黑暗呢，它从这个方面来讲的。那么这里光明和这个黑暗呢，就是引申出来说是这个快乐和痛苦就快乐和痛苦。就光明呢，就是快乐就像我们这个白天一样，就是心里很舒服的。然后这个晚上的话呢，就是人们就是始终都是心里有一种压抑之感，就是叫这个痛苦的这个象征。那么在这里呢，说我们整个这个人类的话呢，就是其实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业力意乐还有一些这个根基和缘分都是不相同的，所以呢，就是有些是今生来世都快乐的，有些今生来世都不快乐的，有4种人。是什么样的4种人呢？今明、后明、智究竟，就是有一种人呢，今生当中呢，是这个光明的，然后他未来的这个道路呢，也是光明的。也就是说呢，今生当中就是他的这个生活过得就圆圆满满，就是非常这个幸福快乐，然后。这来世就是死了之后，就是来自这个生生世世的话呢，就是也是变成极其这个快乐的就像以前呢，我们佛教历史上的很多这个班智达，就是萨迦班智达也是变成500世的这个班智达，毗麻摩扎也是变成这个500世的班智达，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德的话呢，他今生当中的话呢，因为没有任何的这个不像现在世间的凡夫俗人一样，就是有生活上的这个压力心理上的一些这个痛苦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没有的，已经看破了所有的这个世间俗事。然后呢，今生的这个所作所为的话呢，都是一种快乐法喜充满当中。然后这样的这个行持善法之后呢，就是对他的来自生生世世呢，都有一个光明趋向光明，就是除此之外呢，不会有黑暗和痛苦的。所以我们现在。平时就是真正这个守清净戒律的一些居士还有一些这个出家人那么这些人的话呢，就是今生当中呢，就是可以说是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现在世人的一些各种这个痛苦，然后来世的话呢，就是也必定会是，这是我们通过推理也可以看得出来，肯定会是这个快乐的。所以这种人呢，就是从这个光明走向这个光明就是这是第一种人。然后第二种人呢，就是今暗后暗之最终。那么今生当中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痛苦就是处于黑暗当中这个来世呢也是这个处于黑暗当中就像我们现在世间的有些像一些屠夫就是有些这个妓女就正在这个造恶业的这些可怜的人比如说一个屠夫的话呢，他今生当中也是从早到晚，就是每天都是辛辛苦苦的。我们看到他穿的、他吃的、他的所作所为的话呢，连他的这个住处的话呢，就像跟我一样的，就是很多屠夫呢，就今生当中也是赚不到钱，就是心里非常的这种烦躁、痛苦、忧愁就非常的这个伤心。然后他的乃至生生世世的话呢，那杀害就是无数的这个众生，然后这个国宝呢，就是肯定是就是在地狱恶鬼旁生当中，就是甘肃无量的这种这个苦楚，就是这是毫无这个疑问的。所以说是这是今生也是这个痛苦的，来世也是痛苦的。我们平时也是看到有些人呢，就今生当中也是造恶业，就是非常这个可怕的，来世也是这样的，或者说是今生当中变成这个旁生，来世也变成这个恶人或者旁生就像以前那个。念四造他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黄牛就是发恶愿，就是后来的是变成浪达嘛魔王嘛，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就是今世也变成旁生，来世的话呢也造了就是非常可怕的这种恶业，就是一直呢就是不断的感受这是痛苦，就是人类当中呢也有这样的。我们现在有时候就经常看得到一些这个就是在海上的一些这个渔夫还有一些这个做各种就是不如法的一些行为的这些可怜人的话呢，看起来。今生他们也是这个没有真正的这个生活的温饱，然后来世的话呢，就是更不用说了，就这是我们经常就是在这个身边呢，就是看得非常多就看得非常多。然后第三种人呢，就是今明后暗就是就今生当中呢，就是过得就是比较这个快乐就是快乐光明，但是就是他的这个来世的话呢，就是非常的这种这个痛苦就是非常的这个痛苦。
以前那个家义夫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出家人呢，就是叫做这个希尔塞家，就是希尔塞家的话呢，就是当时是这个人数2万岁的时候啊，但是呢，就是他对当时他的这个生活处境就是各方面是非常这个快乐的，但因为他生起傲慢心和嫉妒心的原因呢，他对这个身边的人呢，就经常去一些这个什么这个牛犊啊、马犊啊、虎犊啊等等，就是去很多的这个外号，就是后来呢。就是他就死了之后呢，就是堕入这个恶趣当中就变成呢，就是有这个18种这个徒步的动物就是在这个变成了这个非常可怕的这种境遇啊，就是乃至释迦牟尼佛人数100岁的时候，乃至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呢，还没有就是得到这个解脱的。现在我们实践当中呢，也有很多这样的，就现在表面上看来的是这个很快乐的可是呢，就是他造的很大的这个恶业啊。现在有些开什么那个。这个如年场的，就是开一些渔场啊，就是表面上看呢，今天赚的也钱多啊，每天都是在这个无形级这个宾馆当中，就是享受这个世间的这种快乐，看起来这个人是真是很有福报的。可是呢，你每天都是受这个杀害的这些众生的生命的这个过报，这来自生生世世的话呢，你这一辈子完了之后的话呢，就开始这个痛苦的这种黑暗呢，就是以此这个开始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第3种人呢。精神是快乐的，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一些领导里面，就是一些贪官呢，他们的话呢，他们精神当中的是很胖，就是吃人们的血啊，吃人们的这种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血汗，就应该说是这个身体还是营养都不错的，就是。可是呢，你这一辈子过了以后，或者是今生当中你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去向呢，就是变成什么样，就是也是很难说的。所以说，这是从光明这个去向黑暗的那种人。然后呢，就是今暗后明，就是那么今生当中呢，就是受到就是一定的这个痛苦就不快乐，就处于一种黑暗当中呀。但是你的来世的话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光明，就是快乐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实践当中的有些就是这个求学者就为了这个利益一切众生，获得这个佛果呢，就是有些人就是一直这个苦行呢，就看起来他这个住的这种条件也是很差的，然后每天呢就是吃不饱穿不暖，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苦行呢。一般有条件的在家人一看的是，这些人呢真的很可怜呢。对有些这个求学者呢，就是可能会这么想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这种人呢，就是因为就是今生当中这样的这个苦行的原因，你的相续当中的罪全部得以清净。未来的话呢，那就一定会是就是出现这个光明，就是获得呢是这个快乐的。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今生当中就是痛苦的，就是非常这个可怜。但来世的话呢，就是你的这种罪业全部清净以后呢，就是可以这个走向光明的，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也非常就是多的。所以我们这个人类呢，就是归纳起来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有这个4种人，因此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就是观察这自己是哪一种人是精神快乐来世快乐呢？精神是痛苦来世快乐者呢？或者是精神痛苦来世痛苦？或者呢就说是精神这个快乐就是来世痛苦。所以这4种人当中呢，就是他这里就是这个龙母菩萨呢，就是要求这个国王呢，就是你应该这个选择呢，就是第1种人第1种人呢，就今生当中呢，也是引证变成这个心慈善法的这个修行人。如果心里面真正是心慈善法，看破一切的话呢，那就是不会有这个痛苦的，应该精神呢就是也很快乐的。然后精神这样这个做善法的话呢，对这个来世呢，就是也必定是这个会快乐的以前好像在弥勒日巴的一个传记里面呢就说是有一个国王呢，就是请他，就是然后呢，就是当时那个弥勒日巴呢，就是不肯去的时候，旁边的人呢说是那个国王的这个皇宫里面呢，就是也很快乐的，就是每个人都是听到国王的这样的邀请的话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高兴。你为什么不去？就是然后弥勒日巴也是唱了一些道歌，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若小弥勒居民心，今生来世皆快乐就是如果那个就是真正就是你们这个效仿我这个弥勒日巴的话的，你们这些名臣就是这些人的，如果你们效仿我的话呢，我不需要就是求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快乐，我的这个今生来世呢真的很快乐。所以真正的一些修行人的话呢，我觉得
就是心里确实是没有什么这个这种这个压力就是因为呢知道就是万法都是无常的，每一个社会上的人的话呢，他们就执着就是现而不实的这些虚幻这个东西。可是修行人如果真正是通达了万法的这种真理之后的话呢，就是世间的这样的各种迷乱现象呢，他也不会太执着的。以这样的原因呢，就是今生当中就是也不会这个造业，但他的这个来世的话呢，就是一直从这个光明之道，就是乃至这个解脱之间的。所以说呢，我们那个心持三法的人呢，就是应该说是很这个快乐的，就是在这个佛经当中也是有的这个修持这个安忍波罗蜜多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今生当中呢，心里面就是不会有忧处，就是对别人呢就是不会产生这种这个就嗔恨心，就是心里就是很快乐的。然后呢，就是当你这个死亡降临的时候呢，就是包括这个天人也是来这个善化，就是最后呢就是转生到这个三趣而享受这个快乐。所以说我们这个心持那个善法的时候呢，应该说是这个今生来世都是快乐的有时候呢，可能修行人呢自己也会可能感觉得到龙摩菩萨这样把所有的这个人类的这种这个类型呢，就是这样就是做了总结性的这个分类之后的话呢，我们自己也是像虽然是自相续当中有烦恼就是有一些这个困难，但是我们目标呢，就是应该是这个今生当中也是心持三法的这个人然后就是来世呢，就是最好是不要就是堕入到善恶趣当中去，尽量的呢就是这个心持三法的这种果报，就是带来就是超生这个轮回就应该在这方面就是这个努力就是应该这方面努力。那么下一个颂词呢，就是说这个交界表里如一之精进当知人类如芒果，外是成熟，内未熟。内成熟，外是未熟，内外未熟，内外熟这个交界就是我们以后这个精进的时候呢，就是不要这个特别显得一位这个虚教者就是我们这个一定要人亲，就是人亲就是所谓的这个人类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几种不同的这个分类就像我们世间的这个果树的这个芒果一样的。我们知道这个芒果的话呢，就是它有分那个4种就是它分这个4种。那么怎么样分4种呢？有一种芒果呢，就是它的这个外表呢，就是好像已经这个成熟了。就是这个红红的，然后呢，就看起来也是已经这个成熟了，就是可以享用。但实际上呢，就是它的里面呢，就是很硬的，就根本没有这个成熟就是这是一种这个芒果。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里面呢，就是完全的已经这个成熟完了，但是从这个外表上呢，就是也是绿绿的，根本呢就是没有这个成熟的。就是它的这个表里呢，就是完全是不相同的，就是里面是这个已经这个成熟完了，就是可以享用，但是这个外面呢，就是没有这个成熟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第3种呢，就是里面也已经这个成熟了，这个里面呢没有成熟，这个外面呢就是也没有成熟，就是刚刚那个结果似的，在那个阶段。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里面也是这个非常这个成熟的，外面也成熟的，就是我们这个芒果呢，就是大多数的人应该这个清楚的就是以前在藏地的话呢，就是芒果就是没有，就是所以在这个50年代的时候呢，藏地著名的这个女友家，就是那个根丹琼贝尔大师，他到这个印度去，然后在印度游记里面呢说是就是他就享用这个芒果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是非常的这个羡慕我们这个藏族人的这个福报那么小就是没有那么好吃的东西。所谓的芒果呢，就像是新选的这个树油那样的，如何就是降了很多的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藏族呢，我认为是这个福报就是不少，就不小，就是因为呢，这个佛法这个如今呢，就是除了这个，应该说是印度也是现在没有这个藏地那么是这个兴盛的。我们人类来到这里的话呢，就是并不是这个就是福报呢，就是在一个芒果上这个安利，就是应该呢，就看这个今生来世，就是真正获得解脱的唯一因在哪里呢？我想是这个在藏地这个学院的高原上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殊胜了。就是如今无论是在西方也好，东方也好，在哪里都是看呢，就是的确也是
就没有就是如今呢，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就是现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可以说是现在就是一目了然的。那没有这个像藏地那样这个佛法这个兴盛的，所以说呢，一说这个福报太浅薄的话呢，就是也不一定。但是呢，就是以前是没有的，就是现在的话呢，看就是大家都是也应该会清楚的。那么通过这个芒果的这个比喻来，我们这个人类的话呢，也实际上是确确实实是有这么这个四种人啊，就是有这么这个四种人。第一种人的话呢，就是外面已经这个就是已经这个成熟了，就是内面呢就是没有这个成熟。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外面的这个我们从行为来讲，然后里面呢就是从内心来讲，然后这个外面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成熟了，就非常这个如法啊，就非常这个如法的。而这个内心的话呢，就是根本没有这个跟这个外面的这个行为相适应。比如说以前那个这个大田比丘的话呢，就是他造了这个2、3个这个无间罪啊，就是杀母亲、杀父亲，就是当，就是内心呢就是特别的有贪心、嗔心，就是特别的这个可怕。可是外面的话呢，就是唯一非常如法的一位这个比丘啊，就是佛陀涅槃以后的话呢，在佛教的这个历史上呢，没有像大田比丘那样作为一个凡夫人有众多这个眷属的，就是在一个时间当中都是积聚这个10万个这个僧众的。所以外面看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就是哪一个行为上看不出来，就是他这个内心当中是杀害那么多的这个人呐，就是特别可怕的人，就是根本看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包括我们有些修行人的话呢，就是有些人根本看不出来，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外面呢已经这个成熟。你如果出家人的话呢，就是这个出家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就是那么好啊，就是。但其实这个内心的这种贪心、嗔心也好，恶心也好，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就是我表面上是看不出来去年有一个领导给我讲，你们这个出家人当中呢，某人呢，就是表面上看的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呢做了很多坏事的，就是所以你们出家人里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坏人。后来我有点不高兴，就是我说你们党员当中也有很多的坏人。你看你们这个上海的这个陈良玉，就是他那个没有被那个就是逮捕的这个前2天的这个讲话，就是看一看，就是说不准贪污，就是说的那么好听，然后他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后来就确实我们这个实践人当中也是有，就是表面上看到呢就是特别就是好，但实际上呢就是自己就是清楚的，就是这叫做呢就是这个外面是这个好像成熟，但里面就是没有成熟的这种人。然后呢，就是里面已经这个成熟呢，就是外面呢没有这个成熟的就是里面是已经那个就是自己的内心呢，就是与这个法就是完全的是已经这个融入了。但是外面呢，好像是这个人呢就是疯疯癫癫的，就像这个我们现在历史上的所谓的一些这个济公和尚或者是一些这个大成就者，包括一些当年的这个六祖禅师的话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也不认识自然，外面也是一个在家人的像这样的话呢，外面呢就是好像跟这个一般的人一模一样的，就是一点都是没有这个成熟，但他的这个内在呢，就是完全的是已经成了这个成就者了就是成就者了，就是在这个藏汉的一些历史上呢，就是这样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就是里面都完全都是已经就是跟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境界就是无二无别了。可是外面的形象呢，就是有像这个什么这个孽人或者是妓女或者呢就是做各种这个恶孽就是这种人呢，就是叫做是这个里面已经成熟了，外面呢就是没有这个成熟的，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是第2种人。然后第3种人呢，就是内外就是都没有这个成熟的，这是我们普通的这个实践人就像是现在我们实践当中在大城市里面，就是在舞厅里面，在这个一些不清洁的场合当中的话呢，里面也是全是这个除了贪嗔痴一对以外，就是什么这个境界都是没有的。外面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的穿着、他的行为，包括他的走路就是边抽烟边喝酒，然后就是扭着长长的这个头发，就是一边唱流行歌，就是这样做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内外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就只是内外都是没有这个成熟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内外都是这个成熟的就像
现在世界上的就是共同就是承认的一些就是大成就者啊，大修行人，就像包括我们这个法王如意宝一样的，内在的话呢，就是真的是这个境界啊，就是与这个法融入这个一体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形象的话呢，就是人们就是看呢，就是见而生信的啊，就根本就是就抓不着什么这个毛病，就内外都是就是非常的这种这个圆满，就是成熟啊，就是大多数的一些这个自古以来的历史上的很多的修行人成就者啊，就这些的话呢，大多数都是内外都是非常的这个圆满啊，就是像这个精品一般，就特别的这种庄严的，就是这种人，所以我们人类，也就是说是这种呢，就是不仅仅是包括在这个修行上，就是时间上，就很多这个问题上呢，就是可以这样来这个说明，就是所以说这种呢就是有这个4种人啊。就是我们以前学过的这个水母格言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佛所内外素是芒果分为4种啊，就是芒果分为4种，根据内心行为人分现孽之分啊，就是就根据内外行为人分现孽中的。所以就是水母格言当中也是在讲义里面，就是把这个人类的这些这个分类啊，就是以这个芒果的这个比喻来，就是做了一些这个分析，就是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内和外的这种这个差别来，就是可以呢就是看到就是所有的这个外道不如法呢，就是也不一定是这个不如法，就是佛陀在有关经典里面也说是就是除了就是如我这样的这个人以外呢，一般呢就是讲这个一般的菩提伽罗呢，不能了知就是别人的这个相续啊。我们就是看一个人这个疯疯癫癫呢，也不一定是就是他内在一点境界的是没有的。但一个人呢，就是唯一非常的这个庄严，就是走路都是好像那个不敢就是踩地一样的，就这种人呢，也许是1、2天的这个信比丘啊，就是也不一定是就真正的这个有修行境界。所以内和外啊，表里如一，就是这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就是在这个《坛经》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外里相为参呢，内部乱为定啊，就是参定，就是参定时候呢，就是外呢就是远离了一切相，就是叫做是这个参，然后内啊，就是内的话呢就是不乱啊，就是一心不乱的话呢，就是叫这个定，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内和这个外啊，就是内参内定啊，就是什么这个外参内定呢，就相应的话，这叫做这个禅定啊，就这样的这种道理的话呢，以前那个明集宗的话呢，就是也有就是这个以这个智慧和禅定呢，就是又叫做是这个四了见的一些这个就是窍诀啊，就是有这个教研，就是所以我们平时这个对人的观察呢，就是确实也是比较这个难的啊，就是到底是他是这个内心和行为都是如法的人呢，还是就一种不如法的人，或者呢就是全部如法，或者全部不如法，这种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首先自己要这个明白，自己明白之后呢，虽然我们宋词当中没有说，但是我们要做什么内外成熟还是内外不成熟的呢？我们这个作为初学者的话呢，一定要就是做这个内外成熟的，就是芒果啊，就是因为内外成熟的芒果，我们吃的话呢，就是比较这个保险的，每天都有芒果吃的，今天没有，就是应该今天有的好，可能明天拉来了，就这些人是真是。这个芒果的话呢，我们如果看这个内外成熟的芒果的话，那就是比较保险啊，是很好的。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个作为修行人的话呢，初学者是最好。就是做这个内外成熟者，内心也是就是清净的，然后外面的行为也是清净。这样以后的话呢，就别人也是不会这个生邪见的，自己呢就是不被就是外境这个所转。否则的话呢，你内在就是没有这个成熟啊，就是外在呢就是有各种这个成熟的这种假装下呢，就是这叫做是这个乍现为异，就是也不太好的。然后你如果这个内心当中真的有了这个超越的一些境界的话呢，但外在的一些这个疯疯癫的行为，现在的人们呢也不一定能接受得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初学者呢，就是一定要学习，就是内外这个成熟者啊，就是内外成熟者。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讲这个这个禅定啊，就禅定是分3个方面，就是假心、真心，还有这个核心。然后这个假心呢，分断除这个唯品的3乱和，还有修行呢，就是通品的4无量心。首先断除唯品的3乱，这个3乱呢，就是分4个方面啊，就是首先就是其中的第一个就是断除对境这3乱。
端出对境这三轮分两个方面，就是以这个转变内向之方式，这个近乎根门和，还要以这个治对境之发相方式呢，而端出这个贪执就分两个方面。其中第一则就是分四就是其中第一个呢叫做是这个交接防护根门不贪女人，护根门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作为这个书持戒律的人也好，或者是学贤宗的人、学密宗的人。如果没有这个护我们自己的根本的话呢，作为一个凡夫人呢，长期的是心持散发，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交接国王是这样说的切莫言巧他其色，若度也随其年龄，祖母女儿子女相若就这么一讲若谈贞观不尽心就不尽心。他这里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交接这个接受者的对境呢，就是乐兴国王呢，是这个在家的一个居士，所以对这个在家居士来讲呢，就是在所有的这个烦恼当中的话呢，就是贪欲的这个烦恼就非常的这个严重，因为我们众生呢，就是现在在这个欲界当中，为什么叫欲界呢？就是欲望就是极其强烈，所以呢，就是叫这个欲界之众生。因此，他这里呢，就是首先就是对这个乐兴国王说就你一般来讲呢，就是不能就是故意呢，就是看着这个别人的这个气势就是看着别人的这个气势，否则的话呢，就是这个造邪淫罪就是造邪淫罪。但是如果呢就是在这个不小心的过程当中，就是看到就是别人的这种这个气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异性，那这个的话呢，就是你应该根据年龄来就是根据这个年龄，如果这个年龄比自己就是年长的话呢那么就是他这个母亲就是做这个母亲像就是我的妈妈来了，就是这样像。然后如果就是跟自己这个年轻呢就比自己年轻的话呢，就是像这个女儿。如果呢就是像这个就是同龄就同龄的话呢，就是像这个自己的这个姊妹双胞胎可以同龄也可以就是这样像就如果这样的这个像就也不能就是对着自己的一些烦恼的话，那就是要这个不观不清净线其实这样的这种观修方法呢，就是在杂汉经里面也是有的就是说是这个如见素人当作木像就是如见素人当作木像，然后将中年者呢就是做这个姊妹像就将中年者做姊妹像，然后将那个有者呢就是当这个子女像就是当这个当做女像，就是有这个校正，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一般就是这个男宗的一些这个居士也好，或者是这个出家人的话呢，那么这个戒律当中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观想方法。然后如果是这个女宗就是也是这个居士或者是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就是也看见一些这个男宗就是年轻的也好，年老也好，或者说一些这个与自己年龄平等的人的话呢，就是也是就是翻过来就是做这个父亲像，做这个兄弟就是做这个自己的儿子像当就是这样来这个观相，就是这是这个戒律里面呢，就是可以这个以此类推。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个观修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要以自己的这个气性来就是观待，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话呢，现在大多数的人呢也是就是没有这种满足感，尤其是这个在家人的话呢，现在这个社会就是特别的这个疯狂，就是很多人的话呢就是做很多就是不如法的一些这个行为，但是这是也不合理的。华严经里面也说了，行菩萨道者于自己常之自助就是这个行菩萨道者就是于自己常之自助就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行持菩萨道的这些人的话呢，尤其是如果是个在家这个居士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以这个自己的家属来也是应该这个满足，否则的话呢，就是毁坏了就是世间的这个珍贵的这种道，就是而且呢就是毁坏自己的这个居士的这种菩萨戒当然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就是一切淫行全部要就是断掉的，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观这样的这种这个清净性然后呢，如果你实在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对着自己的烦恼的时候呢，要想到就是对方的这个身体的不清净，就像我们这个中
中观报梦论》里面所说的那样，就是你塞戒不尽，如谈又何气啊？你塞戒不尽，如谈又何生？有和气吧，就是我们这个不管是人的这种身体啊，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所有的这种身体，就是里里外外，就是如果分析下来的话呢，就是不会有一个干净的这个地方。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观想，最后呢，自相续当中的贪心呢，可以就是断掉的。那么这些窍诀呢，的的确确也是很深的。那我们有一个道友啊，就是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是这个以前呢，就是自己在这个社会上也混的时间是非常长的，然后出家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也是怀疑，就是在自己在感情上和一些男女的这个性上面的烦恼非常的严重，害怕呢，就是到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戒这个术不好啊，就是忧虑非常的这个重。但后来就是学习这个如菩萨行论的经律品的时候呢，就是从内心当中真正了解到就是人的这种身体呢，就是不清净的，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可贪的。然后学习到这个智慧品的时候呢，从根本上了解到就没有什么可贪的，就是贪者的我和贪的就所谈的对境度是没有的，就是虽然我的这种见解呢，其实暂时的也许是见解，但是我内心当中确实升起了这样的定解。我当时听了之后的话呢，也是就是心里就是生很大的这种欢喜心，因为我们听了法以后呢，有时候全部都是就像是石头上就是捣碎一样的，就是全部就是一会儿就干了的话呢，那没有什么这个意义的。所谓的这个法也是应该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调伏自己的相续。就我们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没有出家的时候，没有受居士戒的时候的话呢，可能就是自己的这个烦恼就是特别的深重，自己也知道，他人也知道。但是有些人呢，通过这个佛法的加持和自己的心性，这两个因缘聚合以后的话呢，真的是可以这个重新做人了，就是重新的是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了，就可以这样说的。自古以来的很多高僧大德和成就者也是，以前他们当在家人的时候呢，当然就是很多都是有些是嗔心严重的，有些痴心严重，有些贪心严重的。但后来呢，因为他的这个窍诀啊，就是已经适应自己的相续，最后的话呢，就是人类历史上不仅是他调伏自己的这个相续，而且呢，就是度化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那么这些这个公案的话呢，就是比比皆是。所以说，我们呢应该就是通过这次这样的这种窍诀啊，来一定要就是这个观修，就是尤其是现在很多大城市里面的这些人的话呢，就经常啊，就是做这个邪淫啊，就是很多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关系啊、感情啊不好啊，最后呢就是导致这个就是家里的这种这个离婚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事件的不愉快的事情，其实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应该就是龙母菩萨对这个乐心王的教诫一样的。作为在家人的话呢，应该就是自己啊，就是过一个比较这个清净的这个生活。如果完全断掉你的所有的这个不净心或者贪心的话呢，就是对个别人、大多数的人来讲是可能做不到的。但是你应该呢有一种满足感，然后呢，在自己这样的一种这个清净的生活当中呢，就是心持佛法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下面就是这样的这个交界啊，苦根门这个方志的这个其他语妙啊，就是当如文字宝藏明，疏忽动摇至内心，犹如蒙俗都什么都道人，原地念火烟欲了。下面我们要这个防护根门的然后呢就是防止那个其他的这种一些欲望实践当中的这个色身相位的这种这个对境呢就是会这个时刻都是会引诱我们的。那么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呢就是刹那不停这个动摇的这个心呢，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就是应该就是对峙。要对峙的话呢，在历史上的就是如这个群星般的这些这个成就者啊，全部都以前呢就是自己动摇不定的这个心呢，就是特别可怕的。但后来就是遇到三智是得到了就是书生的这种这个教研之后啊。通过反反复复的修炼呢，最后呢自己也是这个已经获得了这个成就，就心呢就是也变成如如不动者。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下功夫的话呢，就是谁都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就成为这个堪能者，成为呢就是跳入者，就这是没有任何困难的。那么我们要跳伏这个心的话呢，就是一定要
像这个文法一样的，或者是这个爱护自己的这个孩子一样的，疏忽这个报障一样，还有呢就是维护自己的这个生命一样，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疏忽我们这个瞬间就是不可停留的这种动摇的这个心呢。每个人呢，就是自己可以观察得到这个自己的心。有时候呢，我们的心呢，就真的有时候很可怕的。为什么呢？不要说是这个长期的短暂式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路上呢，就是停驻在一个小小的这个饭店里面，然后小小的一个饭店里面吃一顿饭，就是大概是这个半个小时。在半个小时当中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炒菜的人在那边炒菜的时候，你眼睛看的也心马上专注到，就是他炒的什么菜，他的动作怎么样，他穿的什么衣服。在这个时候旁边就是听到这个放电视的声音，然后马上就是心专注到这个电视上电视里面显现的什么，那个牦牛好看呐，那个山羊很好如何，心有专注在这个时候，你旁边就是什么，就是听到其他的声音的时候，心有专注的，或者呢就是你前面有什么样的对境出现的时候，心一直专注在这里。所以我们的这个凡夫人的这个心呢，就是刹那的是不停住的迷糊一样的，非常这个可怕的。以前那个妙笔清文经里面呢，就是什么这个心如缘和丹竹，住进乐而不失就是心如缘竹，丹竹都进乐而不失就是我想的确也是这样的这个心呢就像是这个缘和一样的，然后丹竹这个色声相闻的这种对境的时候呢，就马上那个去缘它，马上去执着它，然后一直这个不舍，又出现第二个对境的时候呢，又开始这个执着它，这样以后呢，就是心真的是像野马一样的，就是以前那个汉底呢有一个成语叫做是那个心猿野马，就是真正我们这个心呢，是这个猿猴一样，刹那的是不停的。但是这样下去的话呢，其实它给我们带来了就是一些非常危险的这个境地。因此呢，我们依靠这个诸佛菩萨和上师们的窍诀来，就是应该就是静下自己的这个心。静下自己的心呢，就是通过就是几种方法。第一种这个比喻呢，就是他这里这个听闻法。就我们这个听闻的时候呢，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应该聚精会神的、全心贯注的，一定要就是这个孜孜不倦的，就是心呢，就是专注于就是你的这个对境，这就是听法的一个规矩如果你没有这样这个三心二意，或者说你这个心不在焉，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人家所听的这些法，就是全部都是记不着的。所以听法的基本的要求的话呢，心要专注，所以我们调伏心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就像是闻法一样的。你闻法的时候怎么样听？就是心呢，经常呢就是专注在一个对境上面，这是第一个比喻。然后第二个比喻的话呢，就像这个母亲呢，就是对这个孩子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关心。如果母亲就是时时刻刻的是没有这个关着这个孩子，或者没有看着的话呢，那就是很有这个危险性的。所以现在城市里面的很多这个母亲呢，就是担着这个孩子我的这个孩子会不会被那个水就是冲住了，会不会被车压死了，会不会就是出现什么就是恶人拉炮了，就是当，就是每天都是顾虑，就是很多这个小孩子的话呢，就是上学校的时候有去送，有去接，就是每天都是接来接去接，好可怜哦。所以就是他很专心的，他很多包括他的上班做很多事情的话呢，就是心一直专注在他的孩子上面。就是我们呢，通过这种方式来把自己的这个很多的这种散乱的心呢，就开始这个去掉，然后呢，就是专注在这个一法，这是第二种这个比喻的这个观修方法。然后第三种呢，就像是这个护宝藏一样的。护宝藏很多人呢，现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所谓的如意宝藏是没有的，但是现在的宝藏呢，就是钱宝就是钱宝。然后这个钱宝呢，就是当做宝藏一样的或者说是这个有钱的人的银行卡。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时时刻刻就是随时都是心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一定会是专注他，始终都是会看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心呢，也是经常要看着就是看你这个心呢，是不是散在外境上，用正知正念来去经常对着观察观察。然后第四个比喻呢，就是生命生命都是大家知道，每个众生呢，第一个最需要爱护的就是自己的这个生命就生命一旦受到威胁的时候呢，谁都愿意全力以赴的就会对抗的。所以说我们保护这个生命一样呢，保护自己的这个心呢。如果我们的这个心呢没有守好的话呢，导致散而去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所以说我们应该
通过那个就是这种方式来这个疏火。如果没有这个疏火的话呢，就是其实是这个完美的这种这个色声香味的这种这个鱼苗，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的就是有关的这个大乘经典，比如说这个这个方广庄严经里面呢，就是把这个完美的这个鱼苗就是比喻成这个毒液还有这个猛火暴碱就是通过这个很多比喻来就是说明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以前那个无著菩萨，呢，就是也说就是外面的这种这个色声香味的这个无语的话呢，就像是我们要这个抓这个鱼的时候的那个饵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鱼饵呢，就是他看见饵食的时候呢，就是他像就是有一个很美味的这种这个食品然后他一相处之后的话呢，就是就已经够住了。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就看见这个色法也好，听到声音也好，然后这个无语的这种这个对境呢，就是始终都是这个召唤我们、构造我们。然后一旦我们去执着它，一旦去接触它的时候呢，让我们呢就是在轮回的这种这个天龙里面呢，就是永远都是就是解脱不了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呢，一定要看着事件的这些鱼苗的话呢，就像是这个梦宿就是盲族的话，那就是在这个老虎的窝里面，或者是这个恶狗就是饿狼的这种窝当中的话，那就是根本不会有快乐的时候就是一旦就是你待的时间比较长了的话，那就是他们会去把你这个吃掉的。还有一些这个毒药在这个毒药呢，就是已经接触到你的这种身体里面的话呢，一旦就是会这个就终有一天呢，就是会这个就成熟，就是最后呢就是这个毒死的。还有我们的这种这个坚韧。就是坚韧的话呢，你给你带来这个刺伤，带来痛苦，这个原敌呢，就是通过方方面面来就是危害你。所以通过这些比喻呢，应该知道是外面的这个色声香味以及这个无语的这种这个过患呢，就是无穷无边的。而诸僧者和一些智者们的话呢，就是早就已经知道了贪着外境的这个过失呢，就是他们完全的是。不但是在理论上明白，而且内心当中呢，就是也不会去贪着的。可是我们现在，尤其是刚学的一些人的话呢，就是可能在理论上呢，就是稍微懂得一点，但是内心当中呢，就是根本不知道，就是你贪着色声香味的话呢，有什么样的这个过患呢？以前我们就是贪着这个色法的话呢，就像这个蝴蝶，就是什么这个飞蛾呢，就是扑火一样的。然后这个听到声音呢，就是特别喜欢听那个一些这个歌声这样的话呢，那就像是这个耶稣呢，就是听琵琶声的时候，就是旁边就是出现这个猎人就是会这个杀害他那样，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比喻来这个说明，就是我们呢就是今生当中就是对这个外面的这个物境呢，就是不应该有贪着。一旦有贪着的时候，自己马上认识到我们现在这样再继续贪下去的话呢，就是在轮回的这种这个天网当中，永远也是解脱不出来的。所以呢，我一定要意念起来，就是诸佛菩萨给我们给的一些这个智慧宝卷，一定要断掉就是这样的这个迷乱之网。好，讲到这里。Sunandai Tancha Thogaya Tonani Jana Pashi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unen Droa Droa Bandar Gare Bana Sadar Bandara Bana Sada Bandara Bana Sada